最近中国股市表现令人气馁，大量的文章都在追问制度缺陷，但是大家应该也看到 A 股的股民越来越多了。一个有制度缺陷的市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股民，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？如果小部分人赚钱，大部分人亏钱，分布比例是不是28定律呢？有3位中国学者拿到了2012年到2019年 A 股全部的日度交易账户数据后，分成3类：家庭、个人、机构和公司。家庭个人账户总数量超过5000万个，机构和公司账户数量分别是4万和4.7万个。个人、机构和公司的总资金占比分别是23%、11%和66%。个人呢，也就是散户呢，特别喜欢交易，平均每天贡献87%的交易量。机构和公司呢，都不怎么喜欢交易，在每日的交易量里啊，他们平均占比呢，分别为12%和2%。大家应该都还记得2014年7月到2015年12月 A 股暴涨暴跌，账户数量和资金总额都最少的机构赚走了2523亿，最有钱也最不爱交易的公司赚走了1129亿。原来在2014年牛市慢慢形成的过程中，机构和公司都没怎么交易，但是2015年3月股市出现泡沫后，他们开始卖出套现，然后呢又在7月股市底部开始加仓增持。有意思的是啊，散户从头到尾都积极交易，资金走势和大盘指数高度一致，整体呢也赚钱，但只赚了67亿。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散户赚钱呢？把散户分成4类。第一类是资金在50万以下的小散，2014年7月账户数占比85%。第二类是50万到300万的账户，占比12%。第三类是300万到1000万的账户，占比2%。第4类呢是1000万以上的大户，占比0.5%。研究最震撼的发现是啊，这轮牛熊转换中，第一类小散整体亏了2500亿，第二类散户亏了420亿，第3类散户赚了440亿，第4类大户整体赚走了2540亿，比机构赚的2523亿还多。也就是说啊，即使不同类别里的散户个人有赚有亏，但作为一个整体，越有钱的越能够赚钱，越没钱的越容易亏钱。再仔细看一下这4类散户的交易和盈亏变化，会发现啊，资金较多的3类散户的资金流向和大盘指数高度一致，但资金最少的小散交易行为啊，刚好相反。大盘指数上涨时呢，小散在减持，应该是此前3年 A 股震荡下跌中累积了不少亏损，一看到市场好起来就纷纷减持。小散等到2015年3月出现泡沫了，又转身入场买入。6月大盘大跌时，其他3类散户啊快速减持离场，但小散呢还在忙于抄底加仓。看到势头不对，开始减仓时啊，其他3类散户呢已经开始加仓了。总体的结论就是，2014年7月到2015年12月，占比0.5%的大户赚走了85%的小散的钱，剩下2类账户呢盈亏抵消。实际上，在2012年1月到2014年6月的震荡行情里，小散交易行为同样与众不同，他们一路加仓，最终累计亏损230亿。中间2类散户呢，也分别亏了200亿和140亿，而大户呢，则赚到了10亿。我在之前的视频说过，中国股市回报的分布规律是0.5 99.5定律。1990年到2022年，只有占比0.5%。总数25只股票为中国创造了巨额财富，这个比重和我今天说的持续赚钱的大户比重一样。大家可以点点关注，找到之前的视频，掌握 A 股投资的密码。仔细想想呢，也不奇怪，账户里有1000万的人啊，或者更聪明，更有交易经验，或者相互抱团，消息更灵通，或者呢更热爱学习，愿意支付费用获得靠谱的研究服务。不过呢，我估计有人看到这个视频会说啊，我的账户里也有1000万啊，为什么我总是亏钱？我身边的朋友也一样亏啊。答案很可能是
大户里面盈亏占比同样极度不平衡，极少一部分大户不仅赚走了小散的钱，也赚走了其他大部分大户的钱。真相呢，就是这么残酷。我是夏春，我在这份研究刚刚公开的2020年就把真相告诉了客户。如果你能够在4年前知道真相，投资结果应该会很不一样。当然，现在关注、收藏和转发这个视频呢，也不算晚。我即将推出的视频课《不合群的行为投资者》会揭开更多的投资陷阱和真相，希望帮助大家成为那0.5%的大赢家。